大家好，在我们今天的隧道创新节目板块中，我们将一起聆听上海路桥集团 UP 事业部总经理张正光先生介绍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在中国的应用和展望。最近几年，上海路桥集团已经成功地在上海、南京使用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实施了好几个项目。张总，首先感谢你从百忙中抽出时间和我们介绍下沉式竖井掘进施工技术。作为这项技术在中国的主要推动企业，我想请你聊一下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的特点、应用场合和您对这项技术的未来的展望。首先呢，非常感谢白总的邀请啊，我也非常荣幸呢，有这个机会呢，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团队呢近3年来所奋斗这个事业。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是一种悬吊装配着竖井自动化掘进技术。该工法呢，其中的核心呢是下沉式竖井掘进设备。设备呢主要是由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竖井掘进主机、沉降单元和泥水处理设备。该工法呢是在地面控制机械设备在水下完成整个竖井断面的开挖，借助渣土泵呢送到地面上的泥水分离站进行干化处理。同步在开挖的过程中呢，在地面进行衬砌结构的制作，然后有连接在结构底部的沉降单元呢，使其垂直下沉。竖井掘进完成后呢，进行水下的封底，然后施工底板，最终在地下形成竖井结构。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有哪些特点呢？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呢，它主要有以下6方面的这个特点：一，对周边的环境影响小。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呢，采用不排水法施工。在施工过程中呢，无需降低地下水位，井内水压呢始终高于地下水头压力，施工过程中水土损失很小，对周边建构筑物的沉降呢几乎没有影响，是目前最安全的各类竖井建造工艺之一。根据我们国内施工经验，施工过程中呢地面沉降呢可控制在1公分以内。第2个特点呢是竖井垂直度偏差小。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是由多个液压油缸组成的沉降单元与竖井周边的环形混凝土基础牢固地连接在一起。沉降单元呢，通过钢绞线与竖井结构下部基础环相连。施工中将竖井悬吊在水中，使竖井不会发生凸沉。竖井掘进过程中呢，通过多种仪器对竖井姿态进行监控，通过调节沉降单元的形成和主机的超挖量，控制竖井姿态，施工精度较高。竖井的垂直度呢，可控制在1/1000以内。第3个特点呢，就是施工速度快。采用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施工的竖井衬砌呢，由预制管片拼装而成，由机械化的设备进行快速的开挖掘进。在开挖的过程中，仍可以进行管片拼装作业，真正的做到了推拼同步。以南京地下停车库的施工为例，68米深竖井机械作业的时间呢，仅用28天。如果算上全过程的建设，包括场地布置、施工准备、设备安装、下沉掘进、结构封底呢等全部完成呢，通常呢仅需要3个月，施工速度呢是传统工法的数倍。第4个特点呢，就是地层适应性比较广，开挖深度大。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呢，可开挖100余米深的竖井，同时呢可适应多种地层，无论是粘土层、沙土层、软砾石地层，以及强度不超过120兆帕的岩层，设备均可进行开挖掘进。第5个特点呢，就是施工占地小、噪音低。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呢，施工占地相较于传统工法相比，单井极限作业呢情况下仅需要850平米，相当于2个标准篮球场的大小。该设备呢采取水下施工作业，施工噪音极低。以南京地下车库为例呢，我们竖井掘进施工过程中呢，施工噪音呢是不超过65分贝的。第6个特点呢，就是施工成本比较低。随着施工深度的增加呢，该技术相较于传统的采用维护结构进行深井施工的方法呢，施工成本呢会大幅的降低。以上呢，我介绍了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的6个特点。张总，那么根据这些特点，你能不能进一步介绍它的应用场合？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呢，应用范围很广泛，特别适用于施工内径在18米以内，深度超过30米，地下水丰富，地质条件复杂，以及施工现场空间狭窄的竖井施工。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施工的竖井总深度呢，已经超过了5000余米，竖井直径呢从4.5米到12米都有，可用作隧道掘进作业的始发井或接收井，如我们已经完成的上海竹园白龙岗污水连通管工程中的17号和19号盾构及顶管接收井。
始发井和盾构的接收井。交通隧道的逃生井和通风井，或者所有各类地下建构筑物的服务和进出通道。水务方面的集污井、调蓄池等。特殊的解决方案呢，还有例如我们地下停车库，如我们已经施工的南京 UP 地下智能停车库，我们2个深68米的竖井呢，即可以解决200辆车的停车难题。还有地下储油罐、地下粮仓等等方面的应用。你能不能进一步的对这项技术的未来进行一个展望？该技术呢，为地下空间的开发打开了一扇窗，提供了一个安全、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随着地下深层空间开发的需求的日益增加呢，该技术必将在未来大放异彩。该技术呢，以后会根据地下空间开发的需求，向大断面、异形断面进行发展。张总啊，您知道的，现在上海很多小区啊是严重的缺乏停车的位置。我们能不能用这项技术，在上海的成熟的小区里边，就是说在补建它的这个地下停车库？从经济上讲，那样做是不是合理？白总，根据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主要是适合在中心城区尤其是我们这些老旧小区，还有一些中心医院。比较狭窄的场合呢，进行这种地下竖井的建造啊，那也就是说是可能了，对是可能了。对，传统的工法呢，因为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是的。所以说传统到目前为止呢，采用传统的工法呢，我们无法在就是老旧小区呢进行车库的建造。是的。从经济合理性方面来讲呢，随着我们建造技术的越来越成熟，成批量的进行，如果车辆的地下车库的建造呢，它的成本呢可以控制在30万以内。对，它实际上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设备，你可以这个项目做完以后，可以到另外一个小区还是用这套设备做，所以这个成本就这样可以降下来了。那么你这个30万是指的是一辆停车位的位置的它的一个建造成本，是不是？是。那么这样的话，现在我们上海市区里边，好像市中心位置你要一个停车位的话，可能要花50-60万这样的，我听说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成本应该是还是可以接受的啊。相对于传统的我们以前地下4层的车库来建造的话，传统的方法呢，实际上我们的车柜这个造价呢，已经达到了80万左右。那么我就想问的就是说，它不像一般的停车库，它是一个靠那个自动的装置。把你要的车子，比如说，你什么时候需要用了，你按一下按钮，然后它就上来了，你可以开走了。那么这个中间的这个时间，会不会等很长时间啊？从目前我们第一代技术呢，我们的综合取车效率呢是在90秒左右。90秒是完全能够接受的了。这是第一代，第2代技术呢，我们正在进行研发。这代技术如果出来以后呢，它的取车效率呢会大大提高，会缩短到60秒左右。60秒，那可以了，没什么问题了。还是更高的。这可以接受。这可以接受。这项技术呢，其实上我们在不断的进行一个迭代更新。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再一次感谢张忠光先生给我们做了一次深入浅出的下沉式竖井掘进技术的介绍，请大家继续关注白云说书系列节目，让我们下次再见。